在云南边境的雨林深处，藏着一种人面鸟身的神明紧那罗。传说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以武通灵，祈求庇佑。舞蹈真的能沟通神明吗？循着当地人的指引，我找到了那位传说中的神明使者紧那罗舞传人。那个呢，就是昆弄老师。这和我想象中的神使完全对不上号。不过他刻满全身的梵文，却无声透露着这是一位与神明缔约的使者。通灵舞者作为紧那罗的灵媒，自古是逮斋祭祀的核心仪式，因此对神使的遴选近乎苛刻。结果老师得知我的来意后，竟没有丝毫迟疑就答应了。他说现在这个很少有人选了，跳起舞的老师像换了个人，好似一尾风月的锦鲤，格外灵动。我问他紧那罗舞需要学多久，他说你想学1天也行，学1年我也能教。只是几天下来，我依然只得其形不得其神。为什么我跳的这么奇怪啊？你吃过云南的菌子吗？吃菌子？难道吃了见小人的菌子就能跳出来了？第二天一早，老师引我徒步了4个小时，走进了雨林深处。这里好漂亮啊！神鸟就是喜欢这里，才会降临到这里啊。过去的人们依靠大山而活，可是这里毒虫肆虐，猛兽横行，生机与绞杀往往在同一片根系上绽放。如何在这样美丽又诡谲的地方生存，或许真的需要神明的指引。从森林中回来，老师让我制作自己的面具。这种面具叫做姑娜，它是神鸟舞的灵魂，是凡人转换神格的器子。老师说，不得而知神鸟究竟是来自冰山雪域的神邸，还是源于古人对传说的修弃。但是一代代神使戴上面具后，从此以神明的视角投入对世界的观察、思考和判断，才得以在这群山之中带领族人躲避灾祸，奉上庇佑。可是远古的传说，在现代看来，更像一个哄骗小孩的故事。就算我细细描摹，也很难想象，它能成为我与神明沟通的法器。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老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性格朴实率真，习物毫不掩饰。没了都市中人们习惯戴上的社交面具，言谈之间流露的尽是未经雕琢的本真。控制不住这个架子，我觉得他不听我的使唤。我在跳一辈子，他也是这样对我的。他会像照顾孩子一样，悉心照料那些他豢养的小动物。也曾看着我跳营歌舞的视频，感动落泪。他说他熟悉那种感觉，是信仰。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依靠大山生活，自然也就不再需要丛林的庇护。他现在跳紧那罗舞，很少有人来看了。他好像一位被子民遗忘的神明，依旧为他们跳着起伏的舞蹈。随着神鸟羽翼逐渐完工，我更加紧了练习舞步。
即使不能成为神鸟，我也希望自己舞得像老师一样认真。云南的盛夏同样闷热，高强度的练习让衣服都湿透了。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，还有电解质。喝点外星人电解质水补充一下。3效补水配方，快速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，让身体恢复活力。我很喜欢清柠口味，清新爽口，特别适合夏天。有了它，我就能迅速恢复了。直到我的舞步娴熟，却依旧难以捕捉那一缕玄妙的韵律。别模仿了，模仿也成不了神，你要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自己就是神。原来我跳了这么久，都是在学别人飞。扮演并非形似，而是要读懂它，变成它，爱他所爱，想他所想。唯有当你双脚踏进这泥土，呼吸晨雾，灵魂真正爱上这片森林时，喜悦才能穿透云霄，抵达神秘耳畔。我是神鸟，神鸟就是我。